我每天都会拿着匕首对着2米外的大树隔空攻击，就算是刮风下雨，我也没有丝毫懈怠，甚至只要有路过的学生，都会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毕竟觉醒出 SSS 远程狙神天赋，却匹配了个 C 级近战的刺客职业，换做任何人都会疯掉。在这个游戏降临全球的世界中，职业和天赋完全背离，就如同让一名弓箭手去抡大锤，这样的 SSS 级天赋，还不如与职业完美匹配的 D 级天赋。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然而我根本就没有疯，因为 SSS 级狙神天赋有个隐藏的被动效果，攻击距离增加2米，且每完成一次有效攻击，将永久提升 0.01米的攻击距离。此时我精确地计算着距离，拿着匕首刺向空无一物的空气，2米外那棵粗壮的树干猛地一震，我瞬间狂喜，成了！这基础攻击距离对近战职业也能生效，并且没有任何弹道轨迹，结合狙神天赋的伤害增幅，距离越远伤害越高，再搭配刺客职业的前行斗技，我笑了，这哪里还是刺客？只要给我充足的时间叠加距离，这他喵的简直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人形合物。远处的嘲讽和哄笑声依旧清晰可闻，弟弟莫云在人群中的笑声尤为尖锐。我没有理会，直接走向角落的苏姐儿，你先回家吧，跟秦姨说一声，别让她担心。重生者苏姐儿看着我，眉头微微皱起，紧接着我换上了新手装备，来到了城门外的森林里。想要让狙击天赋成长起来，就必须不断进行有效攻击。没多久，我便锁定了一只正在不远处啃食青草的粉色兔子。我压低身形，快步靠近，在距离利齿兔还有10多米时，我心念一动，发动技能前行。我的身影瞬间变得模糊，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脚步声也随之消失。我小心翼翼地绕到了利齿兔的身后，在距离目标整整2米的位置停下了脚步，手中的新手匕首悄无声息地划破空气，同时发动技能背刺，可造成150的暴击伤害。下一刻，2米外的利齿兔的脖梗处竟凭空爆开一团血雾，负75一个鲜红的巨大数字从兔子头顶冒出，柔骨兔甚至连悲鸣都来不及发出，身体猛地一僵，直接化作一道白光当场毙命。丁击杀 LV1 柔骨兔，经验值加10。丁，恭喜你完成首次击杀，触发狙神天赋隐藏奖励，攻击距离永久提升1米，当前基础攻击距离3.01米。于是我便开始躲了起来，不断朝空气挥舞起了手中的匕首。随着一只猫妖发出凄厉惨叫，系统信息再次浮现：丁击杀 LV5 暗夜猫妖，经验值加50。丁，恭喜你完成首次越级击杀，触发狙神天赋隐藏奖励，攻击距离永久提升1米，当前基础攻击距离4.02米。丁，恭喜您等级提升至 LV2，全属性加1，自由属性点加5，技能点加1。莫萧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疯狂跳动的心脏，这伤害一出的极其夸张，5级的怪物仅仅一击就当场毙命，哪怕是那些顶级的战斗职业，最多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更让他兴奋的是，越级击杀居然也触发了隐藏奖励，又是1米的攻击距离入账，目前攻击距离4.02米，现在他完全可以站在4米开外，神不知鬼不觉的取敌首级。在幽暗森林待了3个小时后，除了获得一把附带5%概率流血的刺客专武匕首，再也没触发其他隐藏成就，等级也停留在了5级。新手区的怪物经验值已经满足不了自己了，攻击距离经过上百次的有效攻击累积，硬生生的刷到了6米，配合前行加背刺以及狙神天赋的伤害，心想这届天云城这届的新人里，应该没人能抗住自己一发平内吧。莫萧将暗夜匕首插回腰间的皮套，大步朝着天云城的方向走去。他现在急需回城处理掉背包里那些杂七杂八的材料，换点去副本刷怪的启动资金。去副本是需要门票的，他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连最便宜的初级副本都进不去。回去的路上，平原上的新手职业者渐渐多了起来，大部分都是3、5成群，组队在刷那些1、2级的柔骨兔和史莱姆。看着那些挥舞着木剑和劣质法杖，为了抢一只兔子打得热火朝天的同龄人，莫萧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这才是正常新手的开局，而他已经是个拿着黑铁武器，一刀能秒400血的怪物。他没有理会周围那些喧闹的人群，径直穿过平原，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转至广场上的一幕：莫云那张因为嫉妒和狂妄而极度扭曲的脸，还有他凑在自己耳边说的那些恶毒威胁，废了大少爷的名分，死无葬身之地。莫萧的脚步微微放缓，漆黑的眸子里闪过极其冰冷的杀意。他向来不喜欢惹事，在莫家这10几年，他一直扮演着一个透明人的角色，因为他很清楚，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所以他忍让，他伪装，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有着极其坚定的底线。苏婉晴和那个并不富裕却充满温暖的家，就是他的逆鳞，谁敢触碰，他就剁了谁的爪子。莫云以为觉醒了 A 级天赋就能掌控一切，以为背靠莫家就能随意决定别人的生死，这种被惯坏的蠢货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希望你长点脑子，别来作死。莫萧嘴角勾起一个极其冷酷的弧度，不然我不介意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他现在的实力，杀一个莫云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但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动手。莫家在天云城根深蒂固，势力庞大，而自己只是莫家的弃子，一旦莫云出事，莫家绝对会像疯狗一样咬住他不放。他现在虽然伤害爆炸，但身板依旧是个脆皮刺客，面对莫家那些高等级的老牌职业者，他还没有正面硬刚的资本，苟住发育才是王道。等他在副本里把等级刷上来，把属性堆高，把攻击距离叠到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到时候整个莫家绑在一起，也挡不住他的1级平内。莫萧收敛起眼底的冷意，重新换上了那副温润如玉的面孔。莫萧走在天云城繁华的街道上，路两旁各种职业者商铺琳琅满目。他刚刚从交易行出来，背包里那些在幽暗森林刷出来的猫皮、猫爪，被他一股脑全倒在了柜台上。负责收购的伙计看着那堆带血的低级材料，眼神里满是嫌弃，最终只给了他10几枚冥币。这点钱，连最便宜的初级副本门票都买不起，更别提去更新身上的装备了。不过莫萧并不在意，这只是他起步的第一桶金。有了这10几枚银币，至少能给秦姨买点好吃的。他顺路去了一趟糕点铺，买了2份苏婉晴最爱吃的桂花糕，提着包好的纸盒，他加快脚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天云城外城，一片略显破旧的居民区，这里住着的大多是普通人或者低级职业者。莫萧刚走到巷口，便听到了一阵极其嚣张的叫嚣，这动静他太熟悉了，正是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莫云。莫萧眉头微皱，放慢了脚步，悄无声息地靠
靠近。苏家那扇吊漆的木门前，莫云正穿着那一身极其骚包的烈焰暗纹华服，他满脸堆着自以为深情的笑容，死死盯着站在门内的苏锦儿。锦儿，你听我的准没错，那废物绝对回不来了。我手下亲眼看见他去了幽暗森林，那可是10级起步的荒野区。他一个 C 级刺客，配个废掉的远程天赋，进去就是给怪物送外卖的。现在估计连骨头渣子都被暗夜猫妖嚼碎了。再说了，你也没必要因为个一个老太婆的话，就跟一个废物组队啊。莫云满脸得意。下午城主府组织的新手试炼副本，你跟我组队，我可是1级天赋烈焰掌控，1级职业研爆法师，咱们俩组队，简直就是王炸开局，拿第一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苏锦儿闻言，眼中闪过一抹寒意。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莫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堂堂莫家二少爷，1级天赋的研爆法师，在整个天云城的新人里也是绝对的佼佼者。他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来邀请我，这个女人居然还让他滚。莫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耐着性子继续劝说锦儿，这可是我们新人崭露头角的最佳机会。我是今年除了你之外最强的职业者，到时候我们拿了第一，城主府的奖励我全都可以让给你。你跟着那个注定要被莫家扫地出门的死人，能有什么前途？苏锦儿眼底的厌恶越发浓郁。前世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她连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了眼睛。我让你滚，听不懂人话。苏锦儿的语气彻底冷了下来，连半点余地都没有留，接二连三的毫不留情的拒绝，终于让莫云的耐心彻底耗尽。他脸上的深情伪装瞬间撕裂，露出了极其扭曲狂妄的本性。苏锦儿，你别给脸不要脸！莫云猛地踏前一步，指尖跳动起赤红的火焰。你以为你觉醒了双 SSS 就天下无敌了？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什么都不是。你别忘了，你妈苏婉晴还在天云城讨生活，信不信我让我爸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们母女俩在这座城里混不下去？到时候你还不得乖乖爬到我的？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苏锦儿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骤然掀起极其恐怖的杀意，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这一刻降至冰点。龙有逆鳞，苏婉晴就是他苏锦儿绝对的逆鳞。前世他没能保护好母亲，这一世谁敢拿母亲威胁他，他就让谁死无全尸。就在苏锦儿准备调动空间元素，直接把这个蠢货的脑袋拧下来的时候，一道极其森冷的嗓音毫无征兆的在巷子口响起：有种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莫云和苏锦儿同时愣住。莫云猛地转过头，顺着话语传来的方向看去，当他看清站在10米开外的那道熟悉身影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莫萧，你这废物居然没死！莫云满脸见鬼的表情。幽暗森林那种地方，连他都不敢一个人去，这个废物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他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很快便再次嚣张了起来。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只要我让我爸动动手指。莫云话还没说完，莫萧便直接抬起右手，对着空气猛地扇了一巴掌，清脆的破空动静都没来得及响起，啪！极其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的抽在了莫云的左脸上。莫云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只觉得一股极其恐怖的巨力毫无预兆的抽在了他的左脸颊上，那力道大的离谱。莫云整个人直接双脚离地，整个人犹如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在半空中转了360度，重重的摔在3米开外的石板路上。噗！莫云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鲜血中还夹杂着几颗碎裂的牙齿。这一刻，整个巷子极其安静，跟在莫云身后的2个狗腿子直接傻眼了，他们揉了揉眼睛，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自家少爷怎么突然就飞出去了？苏锦儿也愣住了，她微微蹙起好看的眉头，清冷的眸子里闪过极其明显的错愕。她刚才看得清清楚楚，莫萧根本就没有靠近莫云，两人之间隔着至少5米的距离。莫萧只是随意挥了下手，没有任何技能发动的光影，也没有任何元素的波动，空气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云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凭空扇飞，这是什么诡异的攻击手段？他前世登顶巅峰，见识过无数离奇的技能和天赋，却从来没见过这种毫无逻辑的隔空物理攻击。莫萧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缓步走到家门口，转过头，冲着苏锦儿露出了一个温和的歉意表情。抱歉，因为我的事情让他跑来烦你了，这蠢货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你先进去休息吧。苏锦儿深深地看了莫萧一眼，眼前的少年明明还是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但刚才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狠辣与诡异，却让他感到极其陌生。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退到了门内，目光却始终停留在莫萧身上。他倒要看看这个被所有人视为废物的家伙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此时摔在地上的莫云终于缓过劲来，剧烈的疼痛让他那张脸彻底扭曲变形，他捂着高高肿起的左脸，满嘴是血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莫萧，你这个狗东西！莫云歇斯底里的怒吼着，双眼通红，犹如一头发疯的野兽。你居然敢偷袭我！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道具？他不相信这是莫萧的力量，一个 C 级刺客怎么可能隔着这么远伤到他？肯定是用了某种一次性的稀有道具。我要弄死你！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莫云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双手猛地合拢，1级天赋烈焰掌控全力催动，极其炙热的火元素在他掌心疯狂汇聚，一个足有篮球大小的火球迅速成型，散发着极其危险的高温。这是研爆法师的初级杀招，一旦命中，就算是同等级的骑士也得脱层皮，更别说是一个脆皮刺客了。给我去死吧！莫云咆哮着，就要将手中的火球砸向莫萧。莫萧眼神极其冰冷，他站在原地，连躲避的动作都没有，只是再次抬起右手，反手又是一个极其随意的巴掌。啪！清脆的动静再次响彻整个巷子，这一次抽的是右脸。莫云手中的火球还没来得及扔出去，就直接溃散在空气中，火元素在空气中乱窜，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那股极其恐怖的无形巨力再次狠狠地落在他的脸颊上，莫云整个人再次横飞了出去。全场极其安静，2个狗腿子双腿疯狂打战，连扶都不敢上去扶。如果说第一次是偷袭，是用了道具，那这一次呢？莫萧依旧是站在5米开外，依旧是那个极其随意的动作，却极其精准，极其残暴地打断了1级法师的技能施法。这特么真的是个废物刺客！莫云趴在地上，脑子里嗡嗡作响，他连莫萧是怎么出手的都没看清，更不知道下一次攻击会从哪里落下。你别过来！莫云含糊不清地嘟囔着，满嘴漏风，他手脚并用地往后爬，眼神里满是极度的惊恐。你给我等着！莫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你和苏婉晴都死定了！莫云一边放着狠话，一边在2个狗腿子的搀扶下，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巷子。3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巷子外跑。莫云的
鞋子都跑掉了一只，但他根本不敢停下来捡，生怕莫萧在隔空给他来一巴掌，背影极其狼狈，甚至连头都不敢回。巷子里重新恢复了安静，莫萧极其随意地拍了拍手，转过身对上了苏锦儿那极其复杂的目光。苏锦儿迟疑了一下，她上下打量着莫萧，试图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破绽。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苏锦儿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没有任何能量波动，没有任何起手动作，甚至没有借助任何武器，隔着5米的距离，连抽一个击法师2个耳光，这完全违背了他对这个世界规则的认知。莫萧看着苏锦儿那罕见的好奇模样，嘴角微微勾起，这很难理解吗？他摊开双手，极其自然地回答：我的天赋可是居神啊，能远程攻击，不是很正常吗？午饭过后，莫萧和苏锦儿并肩走在前往城主府的街道上，正午的阳光洒在青石板路上，街道两旁商贩的叫卖动静此起彼伏，两人并排行走，中间却隔着足足半米的距离，气氛显得有些沉闷。苏锦儿走在内侧，视线不经意间扫过身旁的莫萧，眼前的少年依旧是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完全看不出先前在巷子里连抽莫云2个耳光时的狠辣。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莫萧挡在自己门前的那一幕，虽然他根本不需要这种保护，但那种被人坚定维护的感觉，对他这个在末世里独自挣扎了10年的重生者来说，确实有些新奇。苏锦儿清冷的眸光微动，难得的主动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下午的试炼，你跟我组队吧。苏锦儿的语气依旧清冷，带着一种威严的上位者气质。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我带你通关，顺便帮你拿个好成绩。在苏锦儿看来，这已经是他给予这个炮灰最大的恩赐，双 SSS 级天才的带飞，这是整个天云城无数新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待遇。莫萧转过头，温和地看着苏锦儿，干脆地给出了回答：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行。苏锦儿愣住了，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个 C 级刺客，天赋还和职业完全冲突，单刷副本，你是打算进去送死吗？莫萧没有解释，只是礼貌地收回视线，他心里有着清晰的盘算。看着莫萧那副油盐不进的模样，苏锦儿眼底闪过些许错愕，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家伙是怕拖累我吧？毕竟他可是注定要登顶的双 SSS 级天才，而莫萧只是个被全城嘲笑的废柴。如果两人组队，莫萧不仅帮不上任何忙，还会成为显眼的累赘。他这是有自知之明，不想在试炼中给他添麻烦，也不想在全城人面前丢他的脸。想到这里，苏锦儿心中对莫萧的评价稍微拔高了些许，至少这个炮灰还算懂事，知道进退，没有仗着母亲的偏爱就死皮赖脸的缠着他。既然他这么懂事，那等明天对比系统从他身上拿完新手大礼包，自己以后便多给他些资源补偿一下好了，让他成为一个小天骄应当不在话下。这也算是报答他今天早上出面维护的人情了。两人各怀心思，很快便来到了城主府前的巨大广场，这里早已是人声鼎沸，全城数千名刚刚完成转职的新手职业者全都汇聚于此，熙熙攘攘的人群将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期待，这可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实战考核。当苏锦儿踏入广场的那一刻，原本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片刻，紧接着爆发出狂热的议论。快看，是苏锦儿，我们天云城的双 SSS 级绝世天才，太美了，这气质简直绝了，要是能和他组队，哪怕只是在副本里待上1秒钟我也愿意了。无数道充满敬畏与爱慕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苏锦儿身上，她就像是高高在上的女王，享受着所有人的顶礼膜拜。而走在苏锦儿身旁的莫萧自然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只不过那些目光里充满了赤裸裸的鄙夷与嘲讽。那不是莫家那个废物大少爷吗？他怎么还有脸跟在苏女神身边？ SSS 级远超天赋配个 C 级近战刺客，这简直就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听说莫家已经准备把他扫地出门了，这种废物进副本估计连第一波小怪都扛不住。刺耳的嘲笑从四面八方涌来，苏锦儿微微皱眉，她很不喜欢这种被人当猴子一样围观的感觉。她转头看了一眼莫萧，本以为会在他脸上看到屈辱或者愤怒，但莫萧的神情依旧平静，这份反常的镇定让苏锦儿心中的疑惑再次加深。人群边缘几个狗腿子正簇拥着一个狼狈的身影，正是早上被莫萧连抽了2个耳光的莫云。此时的莫云戴着一顶夸张的鸭舌帽，试图遮掩自己那张惨不忍睹的脸，他死死地盯着远处的莫萧，眼底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少爷，那废物在那边，咱们要不要过去？一个狗腿子凑上前谄媚的提议。滚！莫云猛地踹了那狗腿子一脚，牵动了脸上的伤口，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死死地咬着牙，根本不敢上前挑衅。早上那诡异的隔空巴掌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严重的阴影，在没有弄清楚莫萧到底用了什么妖术之前，他绝对不会再去触那个眉头。给我盯着他！莫云含糊不清地挤出几个字，等进了副本，找机会弄死他。我就不信他那些下三滥的道具能一直用下去。就在这时，高台之上，几道强悍的气息骤然降临，城主府的高层们依次入座，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重甲的中年男子，不怒自威，强大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原本喧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中年男子上前一步，洪亮的嗓音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各位天云城的新生代职业者们，今天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刻，新手试炼副本即刻开启，本次试炼为单人或组队模式，想必你们早已选好了队友，这里我也就不过多赘述了。副本内怪物密集，危险系数极高，但同样收益也丰厚，试炼积分排名前10者将获得城主府的额外奖励。随着中年男子的话语落下，广场中央猛地爆发出一阵耀眼的蓝光，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传送阵缓缓升起，繁复的符文在半空中交织，散发出玄奥的空间波动，那是通往试炼副本的入口。现在试炼开始。苏锦儿闻言，秀眉微蹙，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些许思索的意味。居神这个 SSS 级天赋，他前世自然是听说过的，这是个极其罕
罕见且极端依赖距离来叠加伤害的射手类神技，能把近战的频率变成远程攻击，这倒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苏锦儿心中的疑惑仅仅维持了片刻，便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极其平淡的漠然。就算能隔空打人又怎样？刺客的脆皮面板和一眼望到头的职业等级摆在那，这种靠天赋强行拉开的攻击距离，肯定有着极其苛刻的限制条件，总不可能这攻击距离能无休止的无限增加下去吧？这种花里胡哨的手段，在真正的绝对力量面前，连个笑话都算不上。她可是注定要掌控一切的空间女王，双 SSS 级的绝对碾压，一个稍微变异了一点的 C 级刺客，根本不配让她产生任何危机感。想到这里，苏锦儿微微点头，她没有再多问半个字，直接转身，迈着长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那扇木门被她随手关上，发出沉闷的动静。回到房间内，苏锦儿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破旧的街道，意念微动，那个只有她能看到的系统面板再次浮现，上面清晰的倒计时着一天后的对比战，对比目标莫萧，当前战力评估极低。看着面板上那鲜红的字眼，苏锦儿眼底的轻蔑更甚。系统果然不会出错，就算攻击距离变长了，废物的本质依然不会改变。她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拿到首胜奖励后，该去天云城的哪个高级副本刷级了。不管这个莫萧有什么古怪的手段，明天的对比战，她都会用绝对的实力碾压过去，拿到属于她的新手大礼包。就在苏锦儿回房的下一秒，外面巷子里，莫萧正准备推门进屋，旁边那扇掉漆的房门被人猛地从里面拉开。苏婉晴踩着拖鞋快步冲了出来，她显然是听到了刚才巷子里的动静，尤其是莫云那句极其刺耳的去了幽暗森林。此时的苏婉晴根本顾不上平时那副知性优雅的模样，她眼眶泛红，两步跨到莫萧面前，毫不客气的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哎呦！莫萧赶紧配合的歪着脑袋，身子顺势矮了半截。你小子疯了是不是？苏婉晴的手指都在发抖，语气里满是压制不住的后怕与愤怒。刚转职第一天，你就敢一个人往城外跑，还敢去幽暗森林？你知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那是10级以上的荒野区，你一个刚觉醒的菜鸟，连个组队的同伴都没有，你是去给怪物送外卖吗？苏婉晴越说越气，手上的力道不由得加重了几分，狠狠地拧了一下。是不是想吓死我？你要是真在里面出了什么事，连个全尸都留不下，你让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妈妈交代？莫萧满脸尴尬，刚才在巷子里连抽莫云2个巴掌时的那种极其冷酷的霸气，此刻荡然无存。他只能弓着腰，双手虚掩着耳朵，极其乖巧的连连认错。秦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去外围转了转没敢深入，您先松手，耳朵要掉了。在整个天云城，能让他心甘情愿低头认错的，也就只有眼前这个女人了。哪怕她现在是个能一刀秒杀精英怪的数值怪物，在这个女人面前，她也只是个做错事的孩子。10几年来，苏婉晴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硬生生把她拉扯大，这份恩情，莫萧早就刻在了骨子里。苏婉晴揪着他的耳朵，足足训斥了5、6分钟，直到骂得口干舌燥，这才红着眼眶松开了手。他上下打量着莫萧，神色极其紧张的在他身上摸索检查，伤着哪没有？有没有流血？有没有被怪物抓到？莫萧赶紧原地转了2圈，甚至还跳了2下，展示自己极其健康的身体状态。真没事，秦姨，你看，连皮都没破一点，我跑得快，那些怪物根本摸不到我。他没说谎，那些怪物确实摸不到他，毕竟他现在的攻击距离已经达到了极其夸张的6米，配合前行技能的隐匿效果，那些5级甚至7级的精英怪，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被他隔空一刀秒了。他现在的属性面板，加上那把黑铁级的暗夜匕首，哪怕是碰上10级的怪物，他也有绝对的把握全身而退。但他不能把这些告诉苏婉晴，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彻底掀翻墨家之前，苟住发育才是最稳妥的选择。他不想让苏婉晴卷入任何危险之中，确定莫萧全身上下完好无损，连个擦伤都没有后，苏婉晴紧绷的神经这才终于放松下来。他重重的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无奈。小萧啊，苏婉晴伸手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领，语气变得极其温柔。你的事情，我刚才听锦儿说过了，天赋和职业对应不上，这都没关系，咱们不争那些虚名，做个普通人也挺好的。天云城这么大，总有咱们娘俩的容身之处，以后你就跟阿姨待在城里，找个安稳的工作，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莫萧听着这番话，心里涌起极其强烈的暖意。在这个数据化降临、实力至上的残酷世界里，只有苏婉晴会真正在意他的死活，其他人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只有苏婉晴关心他摔得疼不疼。他看着苏婉晴眼角的几缕细纹，轻轻摇了摇头。秦姨，您放心吧。莫萧的语气极其认真，黑白分明的眸子里透着无比的坚定。我的情况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糟糕，虽然职业和天赋有些冲突，但我已经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我不说以后能成为多么厉害的顶级强者，但至少我绝对有能力自保。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个极其温和的弧度。等我赚了钱，我肯定能养得起您，到时候给您换个大房子，让您不用再这么辛苦。听到这番极其真诚的话语，苏婉晴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嗔怪的抱怨起来：你这小家伙，才刚转职第1天就想这么长远了，还养我呢？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吧。他伸手戳了戳莫萧的额头，别整天胡思乱想，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准备好下午城主府组织的新人试炼，哪怕职业不好，只要试炼成绩过得去，高中毕业还是很容易的，多学点生活类技能，以后也是条出路。下午的新人试炼是所有转职者必须经历的初级副本，里面的怪物密集且经验丰厚，是拉开等级差距的关键。莫萧现在最缺的就是经验，这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升级宝地。赶紧进屋洗手，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菜，吃完饭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去试炼副本，别掉链子。莫萧笑着应了。好了，他提起手里那盒包装精美的桂花糕，献宝似的递了过去。秦姨，这是给您买的桂花糕，城南那家老字号的。苏婉晴接过纸盒，
眼底的笑意再也藏不住。算你小子有良心。他转身推开房门，把桂花糕放在客厅那张有些年头的旧木桌上。莫萧跟着走进屋子，顺手关上了大门。老旧的木门将巷子里的喧嚣彻底隔绝在外。随着中年男子话音落下，广场中央那个巨大的传送阵骤然爆发出刺眼的蓝芒，繁复的符文在半空中飞速旋转交织，强烈的空间波动瞬间席卷了整个广场。数千名新手职业者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便被那片蓝芒彻底吞没。嘈杂的广场在这一刻瞬间安静下来，空荡荡的只剩下看台上来自各个势力的观众。传送的过程短暂，莫萧只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强烈的失重感转瞬即逝。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了喧闹的人群，也没有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茂密的原始丛林。莫萧环顾四周，漆黑的眸子里闪过些许喜色。丛林地形，这对于一个刺客来说，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天然猎场。错综复杂的树木和灌木丛提供了丰富的掩体，在这里他的潜行技能将发挥出最大程度的威力，配合他那已经叠加到6米的夸张攻击距离，他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割任何怪物的生命。这运气还真是不错。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莫萧脑海中骤然响起：丁，欢迎进入天云城新手试炼副本迷雾丛林，本次试炼为积分制，所有参赛者已被随机传送至副本外围区域，击杀副本内的怪物可获得相应积分，怪物等级越高品阶越高，获得的积分越丰厚。副本区域由外向内，怪物等级依次递增。副本最中心区域盘踞着一只 LV10的黑铁级首领 BOSS， 击杀首领 BOSS 将获得海量的积分奖励及稀有掉落。试炼时间3小时，当生命值归0时，将被强制传送出副本。试炼结束，积分清零，祝各位好运。听完系统的提示音，莫萧眼底闪过锐利的金芒，随机传送，这意味着他不用担心会立刻撞上其他职业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自己的手段，越往深处怪物越强，这正合他意。外围那些低级怪物对他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他现在可是5级，只有去猎杀那些更高级的怪物，才能获得丰厚的经验和积分。至于那只10级的首领 BOSS， 莫萧嘴角微微上扬，那可是移动的经验库和装备库，绝对不能放过。他心念一动，打开了系统自带的副本地图，地图上大部分区域都被灰色的迷雾笼罩，只有他当前所在的这一小片区域是亮起的，代表着他所处的位置。地图的中心位置标记着一个醒目的红色骷髅头，显然就是那只10级 BOSS 的所在地。莫萧没有丝毫迟疑，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了那把在幽暗森林爆出来的暗夜匕首，开始干活吧。莫萧活动了一下手腕，脚下猛地发力，整个人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悄无声息地向着丛林深处窜去。随着莫萧的深入，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空气中弥漫的腐败气息也越来越浓重。他谨慎地放慢了脚步，探知术随时准备发动。突然他停下了脚步，锐利的目光死死盯着前方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树，在那粗壮的树干上盘踞着一条足有水桶粗细的巨蟒，巨蟒通体长满了坚硬的青色鳞片，与周围的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如果不是莫萧的感知敏锐，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存在。巨蟒那冰冷的树瞳正死死盯着莫萧，猩红的杏子在空气中快速地吞吐着。莫萧没有丝毫慌乱，冷静地抬起手指尖微动，探知术瞬间发动，淡蓝色的虚拟面板立刻在他面前展开。青鳞蟒6级，血量350，技能缠绕和毒液喷射，攻击30，防御15，敏捷8。看着面板上的数据，莫萧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的经验包来了。青鳞蟒显然也察觉到了莫萧的存在，它庞大的身躯在树干上快速的游动，猛地张开血盆大口，腥臭的毒液如同一道绿色的水柱，直奔莫萧的面门射来。莫萧眼神平静，脚下随意的向侧边迈出一步，那道毒液便惊险的擦着他的衣角飞过，落在后方的草地上。强烈的腐蚀性瞬间将那片草地化作一滩黑水，冒出刺鼻的白烟。就在青鳞蟒准备发动第2次攻击的瞬间，莫萧的身影诡异的在原地消失了。前行发动，青鳞蟒冰冷的树丛里闪过明显的错愕，它狂躁的扭动着身躯，猩红的杏子疯狂吞吐，试图在空气中捕捉猎物的气息。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莫萧此时已经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巨蟒的侧后方，距离精准地控制在6米的位置，这是他目前居神天赋能够触发最大增伤的极限距离。他稳健地举起手中的暗夜匕首，漆黑的刀刃在昏暗的丛林中没有反射出任何光泽。被刺技能瞬间激活，莫萧的手臂肌肉猛烈地收缩，握着匕首残暴地对着前方的空气挥了下去。在居神天赋那霸道的必中规则加持下，瞬间跨越了6米的空间距离，切开了青鳞蟒那引以为傲的坚硬鳞片。下一刻，一个极其夸张的血红色数字从他的头顶猛地跳了出来，负865，恐怖的伤害。瞬间清空了青鳞蟒那350点的血条，他那狂暴的挣扎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僵硬的砸在地上，化作点点白光，彻底消散在空气中。莫萧平静的走上前，将地上的战利品熟练的扫进背包。他看了一眼自己那缓慢增长的经验条，眉头微微皱起。60点经验，对于他现在升6级所需的2000点经验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积分也只有可怜的6点，太慢了。莫萧不满的嘟囔了一句，他果断的关掉面板，不再理会周围那些可能隐藏的低级怪物，干脆的调转方向，朝着地图中心那个醒目的红色骷髅头全速狂奔而去。迷雾森林深处，迷雾头狼显然没有耐心去猜测这个人类在想什么，他烦躁地刨了刨前爪，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嘶吼。下一秒，他那庞大的身躯猛地绷紧，四肢同时发力，疾风突刺骤然发动，迷雾头狼整个人化作一道模糊的青色闪电，瞬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张开腥臭的血盆大口，直奔莫萧的咽喉咬来。速度之快，甚至在空气中带起了尖锐的破风动静。面对这致命的扑杀，莫萧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他脚下轻盈地向后退了半步，同时意念微动，前行技能瞬间激活。莫萧的身形在短暂的一瞬间变得虚幻，随后彻底融入了周围浓重的灰色迷雾之中。扑空的迷雾头狼狼狈地在地上滑行了数米，
硬生生停住了脚步。他错愕地抬起头，猩红的眼眸里满是人性化的茫然。猎物呢？刚才还站在那里的人类，怎么突然凭空消失了？他狂躁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鼻子在空气中疯狂地抽动着，试图锁定那个凭空消失的猎物。莫萧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压低重心，他脚下踩着轻盈的步伐，整个人如同幽灵般向着迷雾头狼的身后游走，稳稳地停在了距离头狼整整6米的位置。莫萧心念微动，面板上立刻跳出了他升到5级时刚刚习得的新技能面板，弱点勘破 LV1， 勘破敌人要害，下一次攻击必定暴击，暴击伤害额外提升20%，单次触发，攻击命中后效果立即失效 ，CD 60秒。看着这个霸道的技能描述，莫萧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若是没有这个技能，莫萧对上这个家伙，他还真没把握。但如果能必定暴击，那他兴许就能直接一击秒杀这个家伙。就在莫萧准备动手的同一时间，距离这片空地不足30米的茂密灌木丛后，5颗脑袋正鬼鬼祟祟地探了出来，正是顺着黄金级卷轴指引一路摸过来的莫云和他的4个狗腿。此时，那4个狗腿子全都瞪大了眼睛，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他们死死盯着前方那头体型堪比成年水牛的迷雾头狼，双腿不受控制的疯狂打颤。卧槽，那是什么怪物？一个背着劣质大剑的狗腿子压低嗓门惊呼起来，语气里满是极度的惊恐。探知术卷轴显示那是10级的黑铁级精英怪迷雾头狼。另一个拿着法杖的狗腿子连连倒吸冷气，这家伙疯了吧？他一个5级的 C 级刺客，竟然敢跟这种级别的精英怪物对上？这头狼随便擦他一下，他都得当场暴毙啊！几个狗腿子你一言我一语，看向莫萧所在方位的眼神里充满了浓郁的看死人般的色彩。在他们看来，莫萧这完全就是在花样作死。然而蹲在最前面的莫云此刻却满脸狂热，这家伙当真是自己找死，这可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绝佳良机。莫云兴奋地搓了搓手，眼底闪烁着恶毒的凶光。10级黑铁精英又怎样？别人怕他，莫云可不怕。先不说他觉醒了 A 级天赋烈焰掌控，本身输出就极高，更关键的是他可是莫家目前最被看重的少爷。城主府给的新手试炼前10奖励，那些普通职业者挤破头都想抢，可在他眼里，那些奖励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物件。莫家宝库里的资源随便露出一点，都比那些奖励强上100倍。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试炼名次，他今天进这个副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弄死莫萧。莫云十分得意地拍了拍自己腰间的储物背包，随后显摆地从里面摸出了一张散发着狂暴火元素波动的红色卷轴。你们懂个屁！看到没有，黄金级技能卷轴，流星火雨。本少爷的背包里可是装满了家族长辈给的保命底牌，光是这种级别的一次性高级技能卷轴就有好几张。别说区区一只10级的精英怪了，只要本少爷愿意，就算是这副本核心区域的那个首领 BOSS， 我也能直接拿卷轴硬生生把他给砸死。莫云的话语里透着嚣张的底气，这就是氪金玩家的绝对自信。听到这话，4个狗腿子顿时眼睛一亮，心里的恐惧瞬间消散了大半。少爷威武，还是少爷底蕴深厚？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直接用卷轴把那头狼和那废物一起轰成渣吗？拿大剑的狗腿子谄媚的凑上前出主意，蠢货莫云嫌弃的瞪了他一眼，直接弄死他，那也太便宜他了。早上他让我当众出丑的账，我得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莫云挥了挥手，示意身后的几个人全都安静下来。他阴险的眯起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战场，嘴里吐出恶毒的计划。他原本已经构思好了无数种折磨莫萧的手段，甚至连莫萧跪地求饶的台词他都在心里替对方想好了。待会咱们就躲在这里看戏，等莫萧那个废物快被这个家伙杀了的时候，等他快要被活活撕碎的时候，咱们再闪亮登场。莫云越说越兴奋，甚至忍不住想要放声大笑。到时候本少爷就出手，把莫萧从怪物的嘴里救下来。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是怎么像条狗一样趴在我脚下的，然后我们再慢慢折磨死他。我要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听完莫云这变态的计划，几个狗腿子纷纷竖起大拇指，卖力的开始恭维少爷这招高啊，杀人诛心，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就是要让这废物在极度的绝望中咽气。少爷英明神武，那废物给您提鞋都不配。就在这几个家伙躲在灌木丛里坐着，美好的白日梦时，前方的战场上异变陡生。迷雾头狼因为迟迟无法锁定猎物的气息，彻底陷入了狂躁之中。他扬起那颗硕大的头颅，张开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喉咙深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狂暴的音波甚至将周围的迷雾都震得溃散开来。正当莫云几人被这咆哮惊动，齐刷刷的循声望去，准备欣赏莫萧被怪物撕碎的凄惨画面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莫萧的身影犹如从虚空中踏出一般，已然出现在了迷雾头狼的身后。虽然两人之间隔着整整6米的距离，但在莫云等人的视角里，莫萧就像是直接贴在了头狼的后背上。这废物什么时候绕过去的？莫云瞳孔猛地一缩，心里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还没等他把这话说出口，莫萧已经动了。弱点勘破发动，被刺发动。莫萧体内的法力值瞬间被抽空了一大半，100点法力值瞬间蒸发。他眼神冷酷，右臂肌肉猛然紧绷，握着那把黑铁级的暗夜匕首，对着身前空无一物的空气残暴的挥拉了下去。没有绚烂的魔法特效，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就是平平无奇的一记挥砍。灌木丛里的莫云等人完全看傻了，他们甚至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看到那个废物隔着老远对着空气比划了一下。这沙比在干嘛？隔空打牛吗？拿法杖的狗腿子不屑的嘲讽出声。然而他脸上的嘲笑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便彻底僵硬在了脸上。因为下一秒，前方的空地上凄厉的哀嚎骤然炸响。那头原本威风凛凛的10级黑铁精英迷雾头狼，那具堪比水牛般庞大的身躯，就像是被某种无形的恐怖利刃直接切中，坚硬的幽青色皮毛瞬间炸裂，大股腥臭的鲜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紧接着，一道夸张的红得发紫
子的巨大暴击伤害数字，在迷雾头狼的头顶猛地浮现1695。迷雾丛林外围的一处隐蔽灌木丛后，莫云带着4个等级都在5级左右的狗腿子，正鬼鬼祟祟地躲在这里。他那张脸依旧肿得十分对称，这种无比屈辱的疼痛，让他对莫萧的恨意攀升到了极点。少爷，咱们就在这外围刷怪吗？一个手持劣质法杖的狗腿子凑上前，无比谄媚地开口。外围的怪虽然经验少，但胜在安全。凭少爷您的一级天赋，拿个前10绝对没问题。莫云猛地转过头，无比恶毒地瞪了那个狗腿子一眼。刷个屁的怪！本少爷今天进这个副本，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狗屁试炼名词，我只要莫萧那个废物死。莫云咬牙切齿地低吼着，牵动了脸上的伤处，疼得他面部肌肉一阵抽搐。可是少爷，这迷雾丛林这么大，咱们上哪去找那个废物啊？另一个背着大剑的狗腿子有些迟疑地问道。而且副本传送都是随机的，他指不定被传送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莫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无比狰狞的表情。本少爷需要亲自去找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十分小心地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散发着淡金色光泽的卷轴。卷轴表面刻满了十分繁复的符文，隐隐透着一股强悍的魔法波动。看到这个卷轴，4个狗腿子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全知寻踪卷轴，少爷，这可是黄金级的消耗品啊，用在一个废物身上，是不是太浪费了？莫云十分不屑地冷哼，只要能弄死他，别说1张黄金级卷轴，就是10张也值。今天早上他用那些下三滥的道具阴我要是不把他扒皮抽筋，我莫云的名字倒过来写。莫云没有丝毫犹豫，双手猛地用力，直接将那张珍贵的黄金级卷轴撕成2半。嗡，一道隐晦的无形波动以莫云为中心，瞬间朝着4面8方疯狂扩散而去。下一刻，莫云眼前那原本被大片灰色迷雾笼罩的系统地图，骤然发生了十分剧烈的变化。迷雾被迅速驱散，无数个密密麻麻的红色光点犹如繁星般在地图上亮起，每一个光点旁边都十分清晰地标注着参赛者的名字。找到了，我看你往哪跑！莫云的双眼死死盯着地图，目光在那些光点上快速扫过，仅仅搜寻了片刻，他的视线便死死地锁定在了地图偏中心位置的一个孤零零的光点上。光点旁边赫然写着莫萧2个字。看着地图上莫萧的移动轨迹，莫云脸上的表情变得无比扭曲。这废物居然敢往副本中心区域跑，他真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了吗？中心区域全都是8级以上的怪物，连我都不敢轻易涉足。莫云十分兴奋地舔了舔嘴唇，眼底满是残忍的杀意。看来这废物是想去中心区域碰碰运气，说不定还惦记着那只10级的首领 BOSS， 简直是痴人说梦。他猛地转过身，冲着4个狗腿子招了招手。莫萧，我找到你了，跟我走，今天就在这副本里彻底解决这个莫家的耻辱。4个狗腿子立刻抽出各自的新手武器，十分狗腿的跟在莫云身后，朝着地图上莫萧所在的位置快速摸了过去。与此同时，迷雾丛林的深处，莫萧正如同一个幽灵般的暗夜杀手，在错综复杂的树干与灌木之间飞速穿梭。这一路上，他又顺手宰了2只7级的铁甲虫和1只8级的毒尾蟹，经验值稳步上涨，距离升到6级又近了一步。就在莫萧即将抵达地图上标记的红色骷髅头区域时，一股莫名的危机感毫无征兆的在他心头轰然炸开，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某种恐怖的顶级掠食者死死盯上了一般，浑身的汗毛在这一刻根根倒立。没有任何犹豫，莫萧甚至来不及去思考危险来自何方，他的身体完全凭借着本能，硬生生止住了前冲的惯性，双腿猛然发力，向着身侧的布满腐叶的地面翻滚而去。几乎就在他翻滚出去的同一瞬间，一只体型庞大的青色虚影犹如一发脱膛的炮弹，带着腥臭的狂风呼啸着从他刚才所在的位置狠狠扑了过去。砰！沉闷的撞击动静骤然响起，那道青色虚影狂暴地撞在了莫萧身后的一棵参天大树上，足有2人合抱粗的坚硬树干竟然被这恐怖的撞击力直接拦腰折断，木屑横飞，漫天的落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莫萧迅速地稳住身形，单膝跪地，手中的暗夜匕首瞬间横在胸前，漆黑的眸子锐利地盯着前方那片扬起的尘土。尘土渐渐散去，一只体型堪比成年水牛的巨大青狼高傲地从断裂的树干废墟中走了出来，它浑身的皮毛呈现出诡异的幽青色，犹如钢针般根根竖立，4只爪子粗壮有力，锋利的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泥土里。最为恐怖的是他那双猩红的眼眸，透着残忍与嗜血的凶光。此时这只巨大的青狼正转过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莫萧，那双猩红的眼眸中竟然闪过些许人性化的错愕。他似乎也很惊讶，眼前这个看起来十分弱小的人类竟然能够躲过他蓄谋已久的致命扑杀。在他的认知里，这种级别的猎物应该在刚才那一击之下被直接撕成碎肉才对。莫萧冷静地注视着这头庞然大物，连呼吸都变得平缓，他没有丝毫退缩，直接抬起左手，指尖微动，初级探知术瞬间发动，淡蓝色的虚拟面板立刻在莫萧的眼前展开，一排排详尽的数据跳动而出。迷雾头狼精英级，血量1200，攻击110，敏捷35，防御35。介绍：迷雾丛林之主的护卫之一，拥有极其恐怖的速度与爆发力，极度狡猾，擅长在迷雾中伏击猎物。看着面板上那夸张的属性数据，莫萧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数值简直离谱到了极点，这绝对是现阶段所有新手职业者的噩梦。以莫萧现在100点的生命值和9点的总防御，只要被这只迷雾头狼的爪子稍微擦到一下，血条绝对会瞬间清零，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这么高的敏捷，难怪刚才差点没躲开。莫萧在心里暗自腹诽了一句，要是换做其他的新手队伍，哪怕是10几个人组团，遇到这只10级的黑铁精英，也绝对是团灭的下场。但莫萧的眼底却没有半点恐惧，反而涌起了一股炽热的兴奋。高风险意味着丰厚的回报，10级的黑铁精英怪，这要是顺利的越级击杀掉，那经验值和试炼积分绝对能让他直接起飞。更何况这可是首杀，天知道系统会给出多么变态的隐藏距离奖励，能秒我又怎么样？莫萧冷静挥舞起手中的暗夜匕首，只要你碰不到我，你就是个巨大的经验包。-1695血红色的暴击数字在半空中缓缓消散，庞大的迷雾头狼甚至连惨呼都来不及发出，他那堪比水牛般的身躯猛然僵直，随后如同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塌，激起漫天腥臭的尘土。
丁越级击杀 LV10迷雾头狼精英，获得经验值1000点，越级奖励经验500点。恭喜你完成首次击杀10级精英怪，触发隐藏奖励：天赋巨神攻击距离永久提升2米，当前基础攻击距离8.03米，获得装备疾风狼皮靴、狼牙项链，获得技能书疾风步。恭喜您等级提升至 LV6，全属性+1，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莫萧看着眼前瀑布般刷新的面板，心跳猛地漏了半拍。这就是越级击杀精英怪带来的好处吗？这也太贼了！1500点经验直接让他升到了6级。莫萧压下心中的亢奋，随手将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敏捷上，随手一挥，将所有战利品收入了系统背包之中。随后缓慢地转过身，漆黑的眸子精准地锁定了30米开外的那片灌木丛。看戏看了这么久，也该交点门票钱了吧？莫萧的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让人如坠冰窟的寒意。30米外，4个狗腿子大脑已经彻底宕机，完全无法处理眼前这荒谬的画面。那可是10级的黑铁精英，血量高达1200的恐怖存在，他们甚至连信息都得靠探知卷轴才探测出来。就这么被一个5级的刺客直接秒了，1600的伤害，这特么是 C 级刺客能打出来的数值吗？拿法杖的狗腿子声音尖锐的变了调，连手里的武器都握不住，当啷掉在地上。蹲在最前面的莫云，此刻整个人都在剧烈的哆嗦，他那张肿胀的脸庞煞白如纸，毫无血色。极度的恐惧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了他的咽喉。他终于明白早上自己是怎么挨的那2个巴掌了。这根本不是什么下三滥的道具，这是莫萧本身的实力。这个被全城嘲笑的废物，竟然是个披着刺客外衣的怪物！跑，快跑！莫云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连滚带爬的就想往迷雾深处逃窜。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这个怪物越远越好。然而莫萧怎么可能给他们逃跑的机会？他脚下猛然发力，整个人犹如一头猎豹般窜出。30米的距离，在他高达45点的敏捷面前，不过是转瞬即至。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莫萧已经逼近到了8米之内。这是他现在的绝对斩杀线，跑得掉吗？莫萧眼神冷酷，他甚至连技能都懒得用，光是巨神的被动就足够了。直接抬起右臂，握着暗夜匕首，对着前方正在狂奔的那个拿大剑的狗腿子随意的挥了下去。无形的利刃瞬间跨越8米的空间，精准的切中了那个狗腿子的后背。一个夸张的红色数字跃然而出，-660。那个狗腿子连惨叫都没发出来，血条瞬间清零，他的身体猛地化作一道白光，直接被强制传送出了副本。丁击杀参赛者掠夺其当前全部积分12点。系统的提示音让莫萧眉头微挑，原来杀人还能报积分，这可比满地图找怪刷要快多了。莫萧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他没有停顿，手臂连续挥动，扑哧，又是2道白光接连闪过。另外2个狗腿子同样被瞬间秒杀，步了同伴的后尘。仅仅眨眼的功夫，莫云带来的4个帮手就只剩下了那个拿法杖的家伙。那家伙已经彻底吓疯了，他连滚带爬的扑倒在地上，双手抱头，绝望的嚎啕大哭起来。别杀我，都是莫云逼我们来的，求求你放过我！莫萧看都没看他一眼，反手又是一记平面，白光闪过，世界清静了。此时的莫云已经跑出了10几米远，他听到身后接连传来的动静，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差点没把他的魂给吓飞。4个5级的职业者就这么几秒钟的功夫全没了，而莫萧正提着那把滴血的匕首，犹如闲庭信步般跟在他身后，2人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致命的8米。莫萧，你别逼我！莫云彻底崩溃了，他停下脚步，猛地转过身，疯狂地举起手里那张散发着狂暴火元素的红色卷轴，这是黄金级技能卷轴流星火雨，你要是再敢靠近一步，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莫云歇斯底里地咆哮着，试图用这最后的底牌来换取一线生机。莫萧停下脚步，他看着莫云手里那张价值连城的卷轴，惋惜地摇了摇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你一个1级法师，难道不知道释放高级卷轴是需要引导时间的吗？莫云瞳孔骤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莫萧已经抬起了左手，啪，清脆的耳光动静在这片空地上突兀地响起。莫云只觉得左脸颊一阵剧痛，整个人被一股恐怖的无形巨力扇得原地转了半圈。他手里的流星火雨卷轴直接脱手飞出，在半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啪嗒，卷轴精准地落在了莫萧的脚边。莫云捂着再次肿胀的脸，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他最后的底牌就这么没了。莫萧弯下腰，将那张黄金级卷轴捡了起来，随手拍了拍上面的灰尘，这东西放在你手里，纯粹是暴殄天物，我就勉为其难地替你收下了。莫萧自然地将卷轴塞进自己的背包，然后抬起头，目光冰冷地看向莫云，你早上说要让我和秦姨死无葬身之地。莫萧一边说着，一边缓慢地向前迈出一步，啪，又是一记狠辣的隔空巴掌。你还说要让我像条狗一样趴在你脚下。莫萧再次迈出一步，啪，莫云的身体在地上狼狈地翻滚了2圈，血条已经掉了一大半。此时的莫云已经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只能绝望地抱着脑袋，在地上痛苦地蜷缩着。莫萧走到距离莫云不足2米的地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莫家2少爷。记住这种感觉，这只是个开始。莫萧眼神没有任何怜悯，他随意地抬起右脚，对着莫云的胸口狠狠踹了下去。砰！莫云的胸膛瞬间凹陷下去，血条彻底清零，一道耀眼的白光瞬间将他包裹。莫云的身体在白光中迅速消散，被副本的规则强制传送了出去。丁击杀参赛者掠夺其当前全部积分45点。莫萧看着莫云消失的地方，冷漠地收回视线。这种蠢货连让他动用匕首的资格都没有。他转过身，找了个无人处，打开了背包，研究起了自己的战利品：疾风狼皮靴，品阶青铜，敏捷加15，防御加5，附带效果移动速度提升10；狼牙项链，品阶黑铁，体质加5，精神加5。看着这2件装备的信息，莫萧双眼微微一亮，这属性相当不错啊，15点敏捷，对自己来说可以算是小祭品了。莫萧不多说，直接装备在了身上，感受到装备带来的直观提升，莫萧顿感舒畅不已。他随即将目光投向了系统背包里那本泛着幽青色亮光的古籍。
级。在这个数据化的世界里，技能书的掉落率简直低得令人发指，大部分普通职业者终其一生都只能靠着升级时系统自动解锁的几个基础技能混日子。想要获得额外的强力技能，除了花天价去交易行购买，就只能指望这种虚无缥缈的运气。没想到自己随便越级杀了一只精英怪，就直接爆出了这种稀罕物件。莫萧满怀期待地将那本疾风簿从背包里取了出来，指尖触碰到古籍封面的瞬间，淡蓝色的属性面板立刻出现在了自己面前。疾风簿 LV1 激活后移动速度瞬间提升100%，并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残影可吸引怪物的仇恨，残影持续3秒，消耗蓝狼每秒2 MP，CD 30秒。状态类技能，这可是比攻击类技能还要珍贵100倍的好东西，100%的移速加成，配合他现在本就夸张的敏捷属性，一旦开启疾风步，其他不说，至少在这个迷雾丛林中，就算是正面对上那只 BOSS， 莫萧也不惧。更让莫萧惊喜的是那个残影机制，对于一个刺客来说，这3秒钟的仇恨转移，简直就是神级的保命与反杀手段。莫萧毫不犹豫，双手猛然用力，那本泛着幽青色亮光的古籍瞬间化作无数繁复的符文，顺着他的掌心涌入体内。丁，恭喜您成功学习黑铁级技能疾风步 LV1。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清脆的响起，莫萧满意的握紧了拳头。有了这个技能，他在这迷雾丛林里绝对可以横着走了。然而，就在他沉浸在实力暴涨的喜悦中时，愤怒的狼嚎骤然划破了丛林的寂静。这动静不是从一个方向传来的，而是从他的正前方、左侧以及右后方同时炸响。莫萧脸上的喜色瞬间收敛，漆黑的眸子猛地眯起，锐利的目光飞速扫过四周的灰色迷雾，周围的灌木丛开始剧烈的摇晃，沉重的脚步动静踩在厚厚的腐叶上，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3道体型堪比成年水牛的庞大黑影缓缓从浓重的迷雾中踱步而出，幽青色的皮毛犹如钢针般倒立，粗壮的四肢在泥土上抓出深深的沟壑，3双猩红的树瞳透着残忍与嗜血的凶光，死死地锁定了站在空地中央的莫萧。这3头怪物的外貌、体型，甚至连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都和刚才被他一刀秒杀的那只迷雾头狼一模一样。3只10级的黑铁精英，他们成品自行，默契地封死了莫萧所有的退路。看到这一幕，莫萧的心脏也不争气地猛跳了2下，他确实有些心惊。一只10级精英怪，他靠着卡距离和暴击能轻松秒掉，但3只同时出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家伙的敏捷高达35点，一旦同时发动疾风突刺，他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莫萧的大脑飞速运转，他这才猛地回想起来，先前用探知术查看第一只迷雾头狼时，面板上的那句介绍，迷雾丛林之主的护卫之一。既然是护卫之一，那就说明护卫绝对不止一个。这10级首领 BOSS 的安保系统做的还真是相当到位，居然安排了整整4只黑铁精英来守门。这要是换做其他的新手队伍，哪怕是几十个人的大团，走到这里也得被这3头庞然大物瞬间撕成碎片。不过短暂的心惊过后，莫萧的情绪迅速恢复了极致的冷静。莫萧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在脑海中唤出了技能面板，目光在技能列表上快速扫过，没有半点犹豫，他直接将5点技能点狠狠地砸在了前行技能上。原本 LV2 的前行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晕，前行 LV3 隐匿身形，绝对消除自身气息与脚步动静，极大幅度降低被敌人发现的概率。前行状态下发动的第一次攻击将造成额外50%的伤害，持续120秒。主动攻击将解除前行状态，消耗20 MP，CD 10秒。看着升级后的前行面板，莫萧满意的暗自点头。剩下的5点技能点，莫萧毫不吝啬的全部加在了刚刚学习的疾风步上。作为黑铁级技能 ，LV1 升到 LV2 刚好需要5点技能点。疾风步 LV2 激活后移动速度瞬间提升200%，并在原地留下一道逼真的残影，残影可100%吸引范围内所有怪物的仇恨。残影持续5秒，消耗5 MP 每秒，CD 20秒，移速加成再次翻倍，残影的持续时间也延长到了5秒。5秒钟足够他在8米开外的绝对安全距离把这3只蠢狼的脑袋挨个切下来了。加点完成，莫萧关掉虚拟面板，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反手握紧了那把漆黑的暗夜匕首，冰冷的刀刃在昏暗的丛林中透着极其危险的杀机。3只迷雾头狼显然失去了耐心，他们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粗壮的后腿肌肉猛然紧绷，幽青色的皮毛上泛起极其狂暴的元素波动。3头庞然大物同时发动了疾风突刺，化作3道模糊的青色闪电，从3个不同的方向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莫萧狠狠扑杀而来。腥臭的狂风瞬间封锁了莫萧周围所有的空间。换做常人，面对这种绝杀之局，恐怕连闭眼等死的时间都没有。但莫萧却连半点慌乱都没有。就在那3张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即将咬碎他喉咙的千钧一发之际，疾风步，莫萧在心底极其平静地默念出3个字，他体内的法力值瞬间扣除，整个人化作一道根本无法被肉眼捕捉的残影，瞬间脱离了3头狼的包围圈。而他刚才站立的位置，一道与他一模一样的残影正静静地站在原地。3只迷雾头狼残暴地撞击在一起，锋利的獠牙狠狠咬在了那道残影上，残影如同水波般荡漾了一下，却并未消散。3头狼彻底陷入了狂躁，他们疯狂地撕咬着眼前的残影，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猎物已经到了他们的侧后方。莫萧视线紧盯右上角不断跳动的法力值，每秒5点的消耗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疾风不强归强，但就是太吃蓝了。他这个 C 级刺客一共就200点 MP， 必须尽快完成战斗，不能拖。莫萧眼神冷酷，手中暗夜匕首瞬间反握，他站在那3只陷入疯狂的迷雾头狼身后8米处，发动背刺，体内法力值瞬间扣除5点，无形的利刃带着恐怖的杀机，瞬间跨越8米的空间，残暴地切入了最左侧那只迷雾头狼的后腰，扑哧嫣红的鲜血狂飙而出，一个夸张的红色数字在头狼的脑袋上猛地跳出，-1224。被击中的迷雾头狼甚至连惨呼都没来得及发出，庞大的身躯猛然一僵，随后轰然倒地，直接化作漫天光般消散。莫萧看着这个夸张的伤害数值，心头猛地一喜，他着实没想到自己现在的伤害竟然高到了这种地步。刚才秒杀第一只头狼可是用了弱点勘破的必定暴击，现在仅仅只是被刺决就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了，从出手到击杀连半秒钟都不到。另外2只迷雾头狼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同伴死亡的气息让他们瞬间从撕咬残影的狂热中清醒过来。
他们猛地转过头，猩红的树瞳死死锁定了8米开外的莫萧，喉咙里爆发出愤怒的嘶吼。2只庞然大物同时弓起身子，准备发动反扑。莫萧连看都没多看他们一眼，他脚下灵活地踩出一个后撤步，发动前行，法力值再次扣除20点。莫萧的身形瞬间融入周围浓重的灰色迷雾之中，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细微的呼吸和脚步动静都被系统规则强行抹除。2只迷雾头狼瞬间失去了目标，他们狂躁地在原地打转，锋利的爪子将地面刨出深深的坑洞。而在疾风步那200%的恐怖移速加持下，莫萧整个人犹如一道根本无法被肉眼捕捉的幽灵，瞬间绕到了右侧那只头狼的身后，8米的安全距离，借着前行状态下破影第一击50%的额外伤害加成，暗夜匕首再次挥出，残暴的无形利刃狠狠切入了第2只头狼的要害，扑哧1224，这只头狼的下场和他的同伴如出一辙，又是一具庞大的尸体轰然倒地，瞬间暴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3只足以让任何新手团队团灭的10级黑铁精英，就已经只剩下了最后一只，仅存的那只迷雾头狼彻底懵了。他那不算发达的大脑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看到敌人靠近，没有察觉到任何魔法元素的波动，自己的2个同伴就这么诡异的惨死在眼前。这种完全未知的恐怖手段，彻底击溃了这头畜生骨子里的凶性。他惊恐地哀嚎起来，猩红的树瞳里满是极度的恐惧，他甚至连为同伴报仇的念头都不敢生出。粗壮的4肢猛地发力，狼狈地转过身，疯狂地向着迷雾丛林的最深处逃窜而去，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他发动疾风突刺时的状态。想跑，莫萧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到嘴的经验包哪有让他飞了的道理？他脚下猛然发力，疾风步的加速效果还未结束，莫萧整个人犹如离弦的利箭，轻松地追了上去。他的速度比那只落荒而逃的头狼快了足足1倍，2人之间的距离被死死咬在8米左右。莫萧对着前方狂奔的头狼后背随意地挥出匕首，扑哧2448暴击。那只迷雾头狼在狂奔中猛地一个踉跄，庞大的身躯由于惯性，在布满腐叶的地面上狼狈地翻滚了10几米，撞断了好几棵粗壮的树干，最终彻底没了动静，化作点点白光消散在空气中。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在莫萧脑海中疯狂刷屏，这种坐火箭般的升级速度简直让人上瘾。3只10级精英怪直接给他贡献了4500点经验，不但让他顺利升到了7级，甚至连下一级的经验条都填满了1%，试炼积分更是直接暴涨了300点。不过这一次的掉落物就显得有些寒酸了，除了几十枚银币和几张完美的青狼皮之外，再也没有爆出任何装备或者技能书，甚至连隐藏的距离奖励都没有触发。显然系统对于同一种怪物的首杀奖励大方，但后续的击杀爆率就会回归到正常的抠门的水平。莫萧倒也没有太在意，他现在的装备和技能配置在这新手试炼里已经属于超模的存在。他随手打开属性面板，将刚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点果断的全部加在了敏捷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速度够快，配合他那夸张的攻击距离，他就是这片丛林里绝对的主宰。就在莫萧分配好属性点，准备继续向丛林深处进发时，一道刺目的红色系统提示面板毫无征兆的在他面前浮现。丁警告：您已连续击杀4只迷雾头狼，您获得了特殊状态狼王仇恨。莫萧眉头微皱，这还是他进入这个世界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带有警告性质的提示。他立刻点开了那个呈现出猩红色的状态图标，状态名称：狼王仇恨，不可驱散。状态描述：您残忍地屠戮了迷雾丛林之主的所有忠实护卫，您的身上沾满了头狼的鲜血，您已经彻底激怒了这片丛林的绝对霸主。效果：一旦您进入迷雾狼王的感知范围，狼王将立刻锁定您的位置，并直接进入极其恐怖的暴怒状态，全属性提升30%，且不死不休。看着这行血红色的文字，莫萧整个人都有些麻了。他原本的计划是靠着前行和疾风步，悄无声息地摸到 BOSS 身边，然后利用自己8米的攻击距离，慢慢把那只10级的首领 BOSS 给磨死。这本来是个极其完美且稳妥的战术，但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仇恨状态，直接把他的计划全盘打乱。只要进入感知范围，就会被立刻锁定，这意味着前行技能在狼王面前很可能会直接失效。更要命的是，那个暴怒状态全属性大幅度提升，原本10级的首领 BOSS 数值就已经极其夸张了，再来个全属性提升，那得变态到什么地步？莫萧站在原地，伸手揉了揉太阳穴，只觉得一阵头疼。这狼王仇恨的机制简直就是不讲道理的流氓设定，全属性提升30%，这还怎么玩？换做其他新手看到这行红字，估计直接就捏碎传送卷轴弃权了。但莫萧只是短暂的无语后，漆黑的眸子里便重新恢复了极致的冷静。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这可是自己遇到的第一只 BOSS 啊！只不过有仇恨锁定，前行是没用了，那就只能硬刚了。以他现在的敏捷，配合上疾风步，就算那只狼王全属性提升，应该也能周旋。只要速度占优，不被摸到，他那8米的夸张攻击距离就能发挥出绝对的统治力。管你提升多少属性，都只是个大号的经验包罢了。莫萧握紧手中的暗夜匕首，深吸一口气，主动朝着地图中心那个醒目的红色骷髅头标记走去。与此同时，迷雾丛林的另一片区域，苏锦儿迈着修长的双腿，在布满腐叶的林间闲庭信步。她绝美的容颜上没有任何表情，清冷的眸子里透着高高在上的漠然。周围的环境恶劣，但她那身洁白的新手布甲上，竟然连半点泥污都没有沾染。就在她前方10几米开外，一群浑身长满坚硬倒刺的巨大野猪，正红着眼睛，疯狂地朝着她冲撞过来。这群狂暴刚宗猪足足有10几只，它们奔跑起来，整个地面都在剧烈的颤抖。换做任何一个5人编制的新手小队，面对这种规模的兽群冲锋，也只能落荒而逃。但苏锦儿连脚步都没有停顿，她甚至没有拿出系统发放的新手法杖，只是随意的抬起白皙的右手，修长的指尖在空气中轻轻一点，嗡，一股玄奥的空间波动以她的指尖为中心，瞬间向外扩散。冲在最前面的那只狂暴刚宗猪，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它周围的空间毫无征兆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将它所在
在的那片空间硬生生折叠了起来，噗嗤，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动静骤然响起。那只8级的罡宗蛛连惨呼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身体直接被狂暴的空间之力挤压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肉泥。秒杀，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技能特效，只有纯粹到极致的空间碾压，这便是双 SSS 级天赋与职业的恐怖之处，更是她这位曾经登顶巅峰的空间女皇最大的依仗。哪怕她现在只有5级，哪怕她体内的法力值少得可怜，但她对空间元素的理解与掌控早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根本不需要像其他法师那样去苦哈哈的吟唱咒语，心念一动，空间便会为她所用，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苏锦儿眼神清冷，修长的指尖在空气中连续弹动，一道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半透明空间利刃瞬间撕裂空气，精准的切入猪群之中。那些皮糙肉厚的8级怪物在空间利刃面前脆弱的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他连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踩着满地的鲜血与碎肉继续向前走去。前世的他在深渊全面入侵的末日里，面对的都是那些遮天蔽日动辄毁灭城池的恐怖魔神，如今这些新手副本里的低级怪物在他眼里连路边的杂草都不如，只需要稍微动用一点空间之力的皮毛就能轻易将他们彻底抹杀。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10几只狂暴罡宗蛛全军覆没，满地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系统的提示音在苏锦儿脑海中接连响起，他看了一眼自己已经达到5级的经验条，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无趣的神情。太弱了，这些怪物对他来说连热身都算不上，他甚至连1成的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场全城瞩目的新手试炼，在他眼里简直就像是过家家一样可笑。若非为了得到城主府的资源倾斜，尽快开始重修，这个试炼他都懒得参加。苏锦儿意念微动，调出了本次试炼的积分排行榜。他随意的瞥了一眼，准备欣赏一下自己那段曾是领先的华丽数据。短短半个小时，他一路横推，越级击杀了几十只8级怪物。这种夸张的杀怪效率，绝对能把第2名甩出10万8千里。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排行榜第1行的那个名字上时，他清冷的眼眸猛地一抿，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第1名莫萧，积分485点；第2名苏锦儿，积分320点。苏锦儿好看的眉头紧紧的蹙了起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系统出了什么故障。莫萧，那个被全城嘲笑的废物，那个 SSS 级远程天赋配 C 级近战刺客的笑话，怎么可能排在第1？而且积分还比他足足高了165点，这怎么可能？苏锦儿死死盯着那个名字，脑海中飞速盘算着各种可能性。难道是墨家给了他什么逆天的刷怪道具？不可能，墨家早就放弃他了。莫云那个蠢货恨不得他死在副本里，怎么可能给他提供帮助？那他是怎么做到的？苏锦儿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愕。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莫萧在学校里的表现，虽然这人在家里一直是个透明人，但在学校的理论课和实战模拟课上，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他的战斗智商和对时机的把握堪称完美，再加上这迷雾丛林，错综复杂的地形，茂密的灌木丛，浓重的迷雾，这简直就是为刺客量身定制的天然猎场。苏锦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些许了然，肯定是这样。刺客拥有前行技能，可以轻易避开怪物的仇恨。莫萧肯定是利用了地形优势，躲在外围区域，专门挑那些1、2级的低级怪物下手，一击必杀，然后立刻远遁。虽然低级怪物的积分少得可怜，但只要杀的数量足够多，靠着变态的干度，硬生生把积分堆上去，也不是不可能。想到这里，苏锦儿嘴角勾起不屑的冷笑，哗众取宠罢了，靠着杀低级怪堆起来的积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种高强度的机械劳作消耗体力，等他累趴下的时候，自己的积分早就反超他无数倍了。更何况这副本里真正的大头是那些高等级的精英怪，以及最中心区域的那只首领 BOSS。只要击杀一只首领 BOSS， 瞬间就能获得海量的积分奖励，那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莫萧一个 C 级刺客，就算给他100个胆子，他也绝对不敢踏入中心区域半步。苏锦儿随手关掉排行榜面板，不再去关注那个注定要被他踩在脚下的名字。他抬起头，目光穿透重重迷雾，精准地锁定了地图最中心的位置，那里盘踞着这片丛林的绝对霸主，10级的黑铁级首领 BOSS， 那才是他真正的猎物。苏锦儿迈开修长的双腿，白皙的皮靴踩在斧叶上，没有发出任何动静。她整个人犹如高高在上的女王，带着绝对的自信与傲慢，径直朝着迷雾丛林的最深处走去。等拿下了试炼第1，明天的对比战，系统的新手大礼包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重回巅峰的脚步。迷雾丛林中央空地边缘，参天古树的树冠深处，莫萧正屏住呼吸，将身形完美的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之间。他漆黑的眸子透过树叶的缝隙，死死盯着前方那片开阔的空地，那里就是地图上标记的红色骷髅头所在地。空地中央没有多余的杂草，只有一头体型夸张到极点的巨狼，正静静地盘踞在灰色的迷雾之中。它的体型比之前那几只迷雾头狼还要庞大整整1圈，浑身的皮毛呈现出深邃的暗黑色，哪怕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那股恐怖的压迫感也如同实质般扑面而来。莫萧没有任何迟疑，他抬起左手，指尖微动，初级探知术瞬间发动，名称迷雾狼王 BOSS， 等级10，血量3200，攻击220，防御75，敏捷75。介绍迷雾丛林真正的主宰，迷雾头狼的统领者，拥有远超普通精英的力量与速度。看着面板上那一连串夸张的数据，莫萧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首领 BOSS 的属性肯定会很变态，但这也太离谱了。大家都是10级，都是黑铁品阶，这只狼王的属性竟然比那几只精英头狼高出了这么多。只要被这只狼王稍微碰掉一点皮，他就会当场暴毙，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莫萧在心里暗自盘算着，这畜生的基础敏捷虽然高，但没有超过自己太多，加上疾风狼皮靴的移速加成，以及疾风步200%的恐怖爆发，在速度上他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只要不被摸到，靠着8米的攻击距离放风筝，这只狼王也就是个血厚点的活靶子。然而就在莫萧脑海中飞速推演战术的瞬间，空地中央那只原本正在闭目养神的迷雾狼王，硕大的鼻翼突
突然剧烈的耸动了2下，迷雾狼王猛地睁开了双眼，他甚至没有任何搜寻的动作，硕大的头颅直接转过一个诡异的角度，猩红的目光穿透了重重迷雾，精准的锁定了莫萧藏身的那棵参天古树。那道目光中透着的怨毒与杀意，让莫萧浑身的汗毛都在这一刻根根倒立。被发现了，莫萧心头猛地一跳，他没想到自己身上那个要命的狼王仇恨状态范围竟然这么大。此时迷雾狼王缓缓起身，他仰起头，张开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喉咙深处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狂暴的音波犹如实质般席卷开来，将周围的迷雾瞬间震散，连莫萧藏身的这棵巨树都在这咆哮中剧烈的摇晃起来。系统的提示音在莫萧脑海中疯狂作响，丁狼王仇恨已锁定，目标已确认莫萧。迷雾狼王进入暴怒状态，全属性提升30%，不死不休。莫萧看着狼王身上猛然腾起的血红色光晕和数值，眼角忍不住剧烈的抽搐起来。HP 4160，还真是开场直接暴怒啊！还没等莫萧想出应对之策，副本内的天空毫无征兆的暗了下来，一道洪亮且冰冷的机械音犹如雷霆般在整个迷雾丛林副本的上空轰然炸响。这动静不仅传到了莫萧的耳朵里，更是清晰的传入了副本内所有参赛者的脑海中。丁，全副本公告：职业者莫萧，触发特殊隐藏条件，迷雾狼王 BOSS 进入极度狂暴状态，迷雾丛林内所有怪物将响应狼王召唤，进入暴动状态，兽潮开启，副本难度大幅度提升，所有击杀积分奖励即刻翻倍，请所有参赛者做好战斗准备，或立即使用传送卷轴退出副本。听着这响彻整个副本的广播，莫萧整个人都傻了，什么情况？新手试炼的介绍里可没说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副本难度提升也就算了，兽潮又是什么鬼东西？莫萧并未呆滞多久，因为眼前那头进入了暴怒状态的迷雾狼王已经迈开粗壮的四肢，缓步向着自己走了过来，那双猩红的树瞳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残忍与暴虐。莫萧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就在这时，2道凌厉的劲风忽然从他身后袭来，莫萧瞳孔骤然一缩，他身形猛地向下一沉，几乎是贴着地面做出了一个狼狈的规避动作。下一刻，2只体型小了1圈的迷雾凶狼便越过他的头顶，恶狠狠地窜到了他身前。莫萧甚至连头都没回，凭借着本能，反手对着身后就是2记平，噗嗤，2道无形的利刃精准地切中了那2只刚刚落地还没来得及转身的迷雾凶狼。-816，-816。随着2个恐怖的伤害浮现，连惨叫都没能发出，这2只负责偷袭的小怪便直接化作白光，当场暴毙。然而，就在莫萧秒杀掉这2只小怪的同一时间，那道巨大的身影已然冲到了他的近前。迷雾狼王那堪比磨盘大小的巨大爪子，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劲风，向着莫萧的脑袋猛拍而去。看着那迎面拍来的堪比磨盘大小的巨大爪子，莫萧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滞，恐怖的劲风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疾风步，莫萧的身形骤然化作一道肉眼难以捕捉的残影，整个人猛地向下一矮，以一个刁钻的角度，直接从迷雾狼王庞大的身躯之下窜了过去。轰隆，狼爪重重地拍在他先前站立的地面上，坚硬的土地瞬间皲裂，一个足有半米深的恐怖爪印赫然出现，而莫萧的身影已然出现在了迷雾狼王的身后。他没有任何停顿，第一时间发动了前行。虽然狼王仇恨让他无法真正隐匿身形，但前行技能那破影一击的伤害增幅效果却依旧存在。被此，莫萧眼神冷酷，在稳住身形的瞬间，手中的暗夜匕首带着决绝的杀意，狠狠刺向了狼王那毫无防备的菊花。嗷呜，一声夹杂着极致痛苦与愤怒的哀嚎，骤然响彻整片丛林。一个红得发紫的恐怖伤害数字在狼王的头顶猛然浮现，1836。看着眼前这个夸张的数字，莫萧自己都愣了一下，自己的伤害已经高到这种地步了吗？要是来个暴击，怕是都能直接给这家伙秒了吧？那这所谓的首领 BOSS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莫萧双眼微眯，脚下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前方不远处，那只体型庞大的迷雾狼王此刻也完全没有了先前的狂傲，他那双猩红的树瞳死死盯着莫萧，巨大的身躯微微低伏，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嘶吼。刚才那一击被刺，直接切掉了他将近一半的血条，这种恐怖的爆发伤害，直接打醒了这只处于暴怒状态的丛林霸主。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一人一狼在这片布满腐叶的空地上陷入了诡异的对峙。莫萧表面上稳如泰山，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死死盯着视线右上角的技能面板。前行，冷却时间还有8秒；被刺，冷却时间还有3秒。只要等这2个增伤技能的 CD 转好，配合他那8米的夸张攻击距离，一刀下去就能直接把这只残血的狼王直接秒掉，根本不需要去冒险近战。然而就在这时，对面的迷雾狼王突然动了，他猛地扬起那颗硕大的头颅，狼嚎骤然划破长空。莫萧神情顿时一凝，他立刻压低重心，做好了随时规避的准备。伴随着这刺耳的嚎叫，周围浓重的灰色迷雾开始剧烈翻滚，紧接着10几道略显瘦小的青色身影，犹如幽灵般从四面八方的迷雾中窜了出来，直接将迷雾狼王团团围在中间，全都是8级的迷雾凶狼。莫萧挑了挑眉毛，打不过就摇人，召唤小弟来围殴。这首领 BOSS 的套路还真是够老套的。正当莫萧握紧匕首，准备先出手把这群烦人的小怪清理干净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迷雾狼王根本没有指挥那些凶狼来攻击莫萧，他那堪比磨盘大小的利爪猛然挥出，带着恐怖的撕裂劲风，直接拍在了距离他最近的一只迷雾凶狼脑袋上。那只8级的凶狼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被直接秒杀，化作星光消失不见。而狼王头顶那原本只剩下一半的血条，猛地向上跳动了一大截加100，醒目的绿色回复数字刺得莫萧眼睛生疼。卧槽！莫萧直接爆了句粗口，杀队友回血，这特么是什么阴间的技能机制？这还没完，迷雾狼王那巨大的身躯在狼群中疯狂穿梭，利爪连连挥动，生命值飞速的攀升着。周围的迷雾中还在不断有新的迷雾凶狼窜出来，主动跑到狼王身边送死。与此同时，莫萧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了异常。
除了眼前这群送死的凶狼，四面八方的丛林深处传来了密集且杂乱的脚步动静，连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莫萧瞬间反应过来，系统刚才广播的兽潮根本不是漫无目的的在副本里乱窜，而是全部朝着中心区域的 BOSS 所在地狂奔而来。秦王就驾势吧，这要是让兽潮大军彻底合围，这只迷雾狼王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无限血库，只要他身边有小弟，他就能一直吸血。这还怎么打？莫萧的大脑飞速运转，他看了一眼刚刚转好 CD 的前行和背刺，不行，不能再等了，必须速战速决。如果让他把血条彻底回满，甚至叠加上什么其他的增益状态，自己就算有8米的攻击距离，也绝对耗不过他。莫萧没有任何迟疑，脚下猛然发力，直接朝着那只正在疯狂进食的迷雾狼王冲了过去。而狼王似乎也是察觉到了莫萧的动静，他猛然转过头，猩红的树瞳死死锁定莫萧，彻底放弃了身边的那些血包，狂暴的朝着莫萧扑杀了过来。此时，迷雾丛林的另一片区域，苏锦儿正踩着满地的怪物尸体，绝美的容颜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她清冷的目光扫过刚刚弹出的系统提示面板，秀眉微蹙。兽潮迷雾丛林这个新手副本是他们天云城常用的新手试炼，他对于这个副本的隐藏机制十分的了解。迷雾丛林的兽潮触发条件苛刻，必须在击杀首领 BOSS 之前，由单人连续击杀4只10级的狼王护卫。那4只护卫可是出了名的抱团行动，敏捷极高，攻击恐怖，哪怕是配置豪华的新手团队，碰上他们也只有团灭的份。他自己拥有双 SSS 级天赋，靠着空间元素的绝对碾压，自然能够轻松做到。可现在触发这个隐藏条件的人是莫萧，这家伙不是个天赋不契合的 C 级职业者吗？怎么可能单杀4只10级精英怪？难道自己重生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吗？苏锦儿微微摇头，将脑海中那些杂乱的思绪直接抛开。他并不在意莫萧为什么会突然变强，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里，他有着绝对的自信。无论莫萧现在获得了什么奇遇，变得有多强，都绝对不可能比他这个曾经的空间女皇更强。就在这时，周围的灌木丛剧烈摇晃，数十只双眼通红的狂暴野猪从迷雾中疯狂地冲了出来，他们完全无视了苏锦儿的存在，狂躁地朝着丛林中心区域狂奔。苏锦儿眼神清冷，修长的指尖在空气中随意地弹动了几下，嗡，玄奥的空间波动瞬间扩散，那10几只狂暴野猪周围的空间毫无征兆地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与折叠，噗嗤，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10几只8级怪物直接被狂暴的空间之力挤压成了满地的碎肉。苏锦儿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迈开修长的双腿，加快了速度，朝着地图上标记的 BOSS 所在地走去。隐藏条件被触发，那就代表迷雾狼王大概率已经盯上了莫萧。虽然他绝对不认为莫萧那个脆皮刺客能够单杀暴怒状态且开启了兽潮的首领 BOSS， 但他绝不允许这只 BOSS 落入其他人手里，那可是丰厚的试炼积分和首杀奖励，更是他重回巅峰的第一块基石。与此同时，整个迷雾丛林副本内的其他参赛者也都因为那条突兀的全服公告彻底陷入了疯狂。那些原本在外围区域苦哈哈地刷着低级怪的新手队伍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卧槽，有人开启了 BOSS 战，连兽潮都触发了！快看地图，中心区域的红色骷髅头亮了，击杀积分奖励翻倍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个参赛者的眼睛全都红了。虽然他们知道中心区域危险，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能赶过去，趁着那个叫莫萧的家伙和 BOSS 拼个两败俱伤，他们就能趁机捡漏。只要抢到 BOSS 的最后一下攻击，那海量的积分就能够他们直接冲上试炼排行榜前10。一时间，整个迷雾丛林内，无数支队伍彻底放弃了原本的刷怪计划，犹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朝着丛林中心区域汇聚而去。几分钟后，莫萧的脸色着实有些难看，他原本的计划十分完美，等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彻底归零，叠加弱点勘破的必定暴击，直接一套爆发把这只首领 BOSS 带走。普通攻击的伤害也完全足够打断他的尽释回血，可这头畜生竟然完全不讲武德，在暴怒状态的基础上，直接当场开启了嗜血狂化。那庞大的身躯上瞬间腾起浓郁的血色雾气，生命值虽然没有再度提升，但是移动速度和攻击力却飙升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莫萧现在哪怕是开着疾风步，想躲开这家伙的疯狂扑杀都显得极为勉强。虽然各项技能早就可以使用了，但这头狼王的速度实在太快，根本不给他任何绕到背后打爆发的机会。不过好在经过刚才的极限拉扯与尝试，莫萧发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机制。他本以为狙神的伤害加成必须要拉开相应的物理距离才能触发，但刚才几次被迫贴脸的反击，依旧爆发出恐怖的8倍伤害。只要攻击命中，伤害加成是直接按照面板上那8米的固定攻击距离来计算的。这也让莫萧彻底松了口气。如果非要在速度不如对方的情况下，还要强行拉开8米的距离去卡位置输出，那这个天赋在前期绝对会让人十分头疼。既然贴脸也能打出全额伤害，那这 BOSS 也就只剩下垂死挣扎了。正当莫萧握紧暗夜匕首，一边与狼王极限周旋，一边时不时的砍上一刀，而那头狼王则时不时的抓起几只送死的小弟疯狂回血之时，半空中陡然传来剧烈的空间波动，一道清冷的倩影从天降落，稳稳的停在了莫萧身旁的空地上。正是苏简儿，他那双清冷的眼眸在看清眼前这只狂暴狼王的瞬间，眼底不可抑制的闪过些许诧异。莫萧竟然能和这只狼王正面周旋到这种地步，而且看这局势，他甚至还隐隐占据着主动，甚至还逼得狼王不得不靠吞噬同类来续命。这可是迷雾丛林里最难缠的怪物，即便是他这位曾经的空间女皇，在只有5级的情况下，想要击杀这头开启了双重狂暴的狼王，也得稍微费上一番手脚，完全无法做到绝对的秒杀碾压。苏锦儿心中暗自思忖，若是这一世他的天赋如此优异，兴许带着他在末日之中会有更大的胜算。前世的末日里，人类阵营极度缺乏顶级的单兵刺客，那些庞大的深渊魔神往往需要刺客去切断他们的能量核心。如果莫萧真的有这种潜力，提前培养一下也未尝不可。这份诧异仅仅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苏锦儿绝美的脸庞重新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漠然。她略微犹豫了片刻，直接点开系统面板，对莫萧发起了组队邀请。这 BOSS 你付出了不少精力。苏锦儿语气清冷，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